钱解决不了你任何的问题，我给你再多的钱，你依然还是一个穷人。为什么？任何的人想要从穷人变成富人，都要绕过一句话：你的父母是不会骗你和害你的。这句话呢，真的非常的恶心，也让很多人穷了一辈子。说真的，如果你看过最近《繁花》这部电视剧，就我们父母那一辈人，但凡有点脑子的，前20-30年呢就已经发财了。就算没有脑子的，哪怕他胆子大一点，现在都能租个别墅，开个保时捷。但就是有那么一群父母，他在经济最好的时候都没有赚到什么钱，没有什么本事，还特别喜欢用自己的那一套思想来教育自己的子女。我真的特别想问他们一句话：如果说你的想法都是对的，那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是富二代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很忤逆，但是真正的孝顺呢，是孝而不顺。当你自己过得很好，能够赚到很多钱，能够对你的父母好，这个呢才叫做孝。如果你让你那认知低的父母去决定你的未来，然后操控你的人生，以此去满足他们的控制欲呢，结果就是你父母没钱，你没钱，你还要靠你的父母去接济你的生活，这个呢就叫做愚顺。今天你父母是卖猪肉的，他只能告诉你分割猪肉的智慧。你说你要去创业，你要去投资赚钱，他就会说你不思进取，然后让你待在家里面去学宰猪就好了。难道你这样听话就叫孝顺吗？这个才是真正的忤逆啊！但我告诉你，3代之中呢，必有兴家之子。你会发现有些家庭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人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呢，既不像父母，也不像亲戚，说白了，根本就不像普通家庭里面能够培养出来的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呢，但是你不想要浪费你自己，你一定要看一部电视剧，就是《繁花》。我从来呢都不喜欢看电视剧，因为我觉得这浪费了我的时间。但凡能赚到几个钱的人，都不怎么会看的。唯独这部电视剧是我们圈子里面的老板都会拿出来分享和讨论的，因为这让我们不少的人找到了共鸣。我们跟剧里面的宝总呢，都是普通家庭出身，靠自己的拼搏，也确实极其的痛苦，道路呢也异常的艰辛，一路上多灾多难。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，特意的飞了一趟上海去悟道，而这以前呢我不曾去过。毫不夸张的讲，只要你跟着这个宝总，直接复制他的人生，你的财富将会发生不可思议的翻无数倍。但我今天呢不是来做什么影评之类的，只是说很多人看完了就看完了，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可以拿过来用的。所以有的人就说啊，这部电视剧就是意淫，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记着，好的智慧总是有很多人来批判的，因为97%的人都是穷人，这些颠覆了他们价值观的智慧呢，他们是无法接受的。真正的聪明人呢，只需要把对自己有利的智慧为自己所用就好了。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将会把这些智慧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，只要里面有1-2句话是对你有用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而这个频道呢，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，这阿宝能成为宝总呢，就3件事：出门拜师，然后学艺。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要拜耶稣为师傅，拜这个码头呢？先记着，如果你此刻想要一瞬间的改变你的人生，这4种人呢，你找对一个就已经 OK 了。你的师傅、你的伴侣、你的合作伙伴，还有你团队的兄弟姐妹。为什么第一步是拜师呢？因为一条狗它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变成狮子的，但是人类最牛的是什么啊？是人类可以鲤鱼跳龙门，从乞丐变成帝王。记着，我们的思想呢是可以换的，所谓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内功，内功深厚了，拈花飞叶皆可伤人。演这宝总的胡歌呢，我小时候也看过他演的郭靖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所有成功的路径呢都是有规律的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一开始为什么郭靖打不过他的结拜兄弟杨康，也就是杨过的老爸？因为郭靖一开始的师傅呢叫做江南七怪，七怪里面的老大呢就是被杨康的师傅把眼睛给弄瞎的。郭靖的7个师傅加起来都是被人家吊着来打的。直到这个郭靖找到了一个好的老婆黄蓉，然后黄蓉这个千金大小姐帮他寻来洪七公，
把一套降龙18掌传授给他之后呢，他就直接成为了郭大侠了。这繁花里面的阿宝也一样的，耶稣活了几十年，你拜他为师呢，就等同于你杠杆了他几十年的经验和智慧。这跟我们买房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有300万的首付款，却可以借700万回来买到1000万的房子，这个呢就叫做杠杆。所以为什么要拜有结果的人为师呢？为的就是换脑和换心。怎么换？蠢人以为靠努力靠拼搏就能够去换，而高手呢是透过拜师，透过学习思想来换的。只要你的脑袋里面能运行高阶层的思维模式呢，你就可以迅速的成为高阶层的人。所以成功的第一步，出门。如果你一直不出门，你的格局和境界就等同于井底之蛙。只有你走出去了，只有你见得多了，你才能够去判断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有用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是让你一直冲下去的。然后拜师，找到一个有结果的师傅。老师的等级呢，直接决定了弟子的成绩。你的老师是谁很重要的，最后才是学艺。师傅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少走10年的弯路了。没拜师的人呢，用自己的时间和存回来的钱去走这10年的弯路，到头来时间没了，钱也没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成功的师傅为什么要去教你啊？记着，你在找师傅的同时呢，其实师傅也在找徒弟的。如果孔子就一个学生的话，那么很多人就说啊，太棒了，我们读书就不需要再学什么儒家思想啊，什么论语之类的，因为孔子的思想肯定是失传的。正因为孔子有3000弟子，里面有72个贤人，所以才能够把儒家的文化传承至今。大部分没有贵人相助的人呢，都是因为他们的人品德性有问题，是因为你没有向高手证明你是好人，所以才得不到高手的认可，所以才赚不到钱。就好像耶稣为什么要叫阿宝啊？其实他的一言一行，耶稣都是知道了。所以在高手的面前呢，越真实就越好。混社会最厉害的招式呢，就是听有本事的人的话。只要那个人比你有本事，你就得要听他的，不管他说什么。如果你是富二代，你就要听你父母的话；如果你不是富二代，你就要找一个混得好的人，然后听他的话。因为你听得懂这个逻辑吗？有智慧的人呢，不一定是有钱的，但是这世界能有钱的，肯定是比一般普通人有智慧的。所以你不用管他做什么说什么，你只管着跟着他去学就行了。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不要去反驳人家，不理解人家，因为你能理解的话，你早就变有钱了。这世界呢，穷人有穷人的道理、思想和价值观。如果你告诉他富人的思想呢，他是不能够接受的，所以他们会帮穷人说话，认为贫穷是对的，然后去证明富人是错的。同样，富人也有富人的道理，穷人讲的道理和行为呢，在富人的眼里也是非常讨厌的。但是我们懒得跟穷人争论什么，因为大家都不是一个频道上的，所以呢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属性，是水火不容的。因此我们的结局和收入呢，当然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一个富人跟穷人的思想是一样的，那就惨了，因为收入也会跟他们一样。同理，如果一个穷人能有富人的思想呢，这个穷人迟早都是能变成富人的。思想呢，就是秘籍，就是内功。大多数人呢，只会去学那些表面好看的招式和技术，并不知道内功和思想的厉害之处。就好像《繁花》里面炒股，普通的股民呢，也能学到很多炒股的招式啊，但是普通人只能沦为韭菜。而耶稣传授给阿宝的是股票心法，是背后的逻辑。你必须要知道股票为什么会涨，为什么会跌，什么时候会涨会跌等等背后的底层思维，你才能够在最佳的暴赚时机买卖股票。而这些呢，如果你想要去学习的话，如果你希望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，不但多一份被动收入，而且还能稳定的建立起一个年赚6位数美金的股票买卖系统，那么我们就去结个缘。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，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。来，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，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。真的，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任，不是你有多渴望，是我有多渴望。我多渴望能够把我这一生所学的传播出去，只有传播出去了，我的人生才能够无憾呢。
这个世界呢，真正稀有的资源不是什么黄金土地，而是思想和智慧，是智力的提升。而穷人呢，是不需要这些的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东西送给穷人，他们需要的是温饱。所以第一步啊，出门拜师，然后学艺。然后这耶稣呢教给阿宝的第一堂课就是你有多少钱其实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。我教你一个方法，让你的财运今年瞬间翻3倍，好不好？注意听了，当你开着普通的车呢，天天接你的女神上下班，她会说你很没有上进心。情人节到了，你送她一束花，她就会说你很小气。你给她做饭呢，她就会说你不舍得花钱请她吃饭。那么当你带她去高级的餐厅吃饭的时候呢，她又会说你虚荣心很强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开的是宾士、宝马、奥迪等等，天天送你的女神上下班的时候呢，她会说你懂得照顾人。你送她花呢，她就会说你很浪漫。你给她做饭呢，她就会说你很体贴。你带她去吃高级餐厅呢，她就会说你很有品味。而如果你开的是保时捷、法拉利、兰博基尼等等，下雨了，你给你的女神打电话，让她自己叫车回你家，她不但不会怪你，还会说你有事业心。等到情人节了，她不但会主动给你买礼物，还会亲自为你下厨。你偶尔带她出去夜市吃饭，她就会感动到哭，夸你有仪式感，在乎她。我不是在贬低女性啊，但是真相就是这样的。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当你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包装好自己，你就会发现出去花钱的都是别人，因为你控制了别人对你的预期。你会发现《繁花》里面的宝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多有钱，但是他的名声呢，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富可敌国了。这份幸运呢，就让他能够摆平非常多的事情。要赚大钱的人呢，他再落魄也不会丢了派头、噱头还有苗头，所以劳力士、百达翡丽带上。有人说啊，我没钱买啊，那你就找一个几百块的，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带上。当你有钱以后就换真的。买车呢也不一定要买新车，其实二手车、三手车甚至四手车，只要车况好也可以买。比如说老款的保时捷911，普通人也有机会买得起的。这种老款呢，人家还会觉得你有情怀。再不行了就去租，对吧？那这些只是表面的，真正底层的原因呢，是当你这么做了，当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发大财的时候，然后你自己都相信我发大财了，然后你就真的能够发大财了。听懂了吗？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在很多人身上并没有显灵呢？因为很多人以为只需要喊口号，说自己会很有钱，然后就会真的很有钱哦。这里面呢，其实缺乏了一件事情，而且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个有钱人，那么吸引力法则呢，并不会帮助你带来财富。这世界真相只有一个，意识创造一切。相信自己会穷的，你就会穷；相信自己会富的，你就会富。相由心生，是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外貌，也是你的意识创造了你想要过上的生活，创造了你的家庭，创造了你的财富和人生。每一个人活着总想着去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就算你的思想是错的，你都会证明你是对的。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很倒霉、很丑、很穷，那么你的潜意识呢，就会想办法让你说的话成真的。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很不幸、很倒霉，那么有人把饮料不小心洒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你就会想要在 IG 告诉所有的人啊，你今天很倒霉。你想要向世人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，所以你就会放大这一切，从而呢，你就会吸引到更多倒霉的事情。很变态的，你懂吗？就是本来倒霉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居然会觉得很安慰、很合理，从而呢，就会形成一种习惯。这就是人性。再比如说打牌、打麻将，我身边的人呢，总是会抱怨自己的牌很差，所以赢的人呢，总是我啊。因此，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废物的时候呢，你就真的会变成废物，因为意识创造你所有的一切，你会想尽办法去证明自己就是一个废物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1块钱也要装出有1万块钱的感觉。你的发型呢要利落，衣服呢要平整，口气呢要清新，眼神呢要清澈，不然谁敢跟你合作啊？你要让自己相信你很有钱、很健康、很好看，然后你的潜意识也会想办法让这一切成真的。再来，我们男生呢出来做生意、出来赚钱，一定要多认识女生，而且身边的女生呢一定要去照顾好。而女生出来做生意，身边的男生一定要利用好。
你看宝总成功身边有多少女人啊？李李呢就主内给他消息啊，出谋献策啊，介绍资源和人脉啊。然后这个汪小姐呢是主外的，帮他找生意，跟其他老板谈条件，出生入死，冲锋陷阵。刚才说了，郭靖呢也是因为黄蓉才能找到好师傅了。所以无论你是靠这个人格魅力也好，靠这个利益交换也好，身边一定要有几个信任的异性来为你抵挡一切。因为男人跟女人天生的优缺点就是互补的，有些事情呢必须要由女人来做，男人不能做，或者女人才能做得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背后一直支持我们的女人。每个人的潜意识呢都是带有目的的，差别就在于这个目的是否清晰，实现目的的手段呢是否有效。但是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做事是带有目的的，比如说交朋友这件事情，大多数人交朋友的规则就是这个人跟我聊得来，我们彼此相处呢是很融洽的，大家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有时候也需要互相帮个忙，很多观点呢也差不多，所以就成为朋友了。然后自己就以为交朋友呢是很单纯的，是没有目的的。而事实上呢，你希望闲的时候有人陪你聊天，希望做一辈子的朋友，希望有个人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借钱给你等等，反正这些目的呢都是多的去了。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有目的的，因为好像这些都是很不光彩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这其实只是跟你自己的教育程度有关，同时也说明了你自己很迂腐。华人的文化呢，老是讲道德，不允许我们带着目的去做事，好像这样是良心不安，人不单纯等等。比如说你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好看的美女，你想要认识，但是人家哼一声就走了，你就会感觉很难受。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目的的，为什么会很难受呢？所以任何的社交呢，如果说是没有目的的话，都不过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但这个道德陷阱呢，你只能欺骗你自己，因为美女呢是不相信的，她其实很知道你想要做什么，所以有目的呢是很正常的。有社会地位、有能力、聪明的女生呢，我们不需要怕，就多认识一点嘛，更不用觉得借他们的关系去办成很多的事情是很羞耻的。如果你搞不清楚你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呢，那么长年累月下来，你的人生就会落下很多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宝总认识每一个女人呢，其实都是有带着目的的。而很残酷的现实是，这些女人并没有跟宝总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王家卫把这些感情戏呢是包装得很美好的，但其实现实的有钱人和富二代也不会娶这些普通的女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汪小姐最后要自己出来做生意的原因。我有一个富二代的兄弟，他爸妈呢不但是做生意的，而且还有一些政治的背景。他通过家里面的关系呢，有很多生意和项目，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核心的，所以八方都来财，但是不多。但是他家里面有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他这个人赚的钱呢是比我少的，但是房产却比我多，比我大。他的车呢有一台大牛、大 G， 还有法拉利，手表呢没有低于2万美金的，然后在国外有念过书，长得还不错。就这一套标签下来呢，我跟你说，这兄弟的女朋友就好像韭菜一样，我就没有见过他花钱在追女生上面的。而且这些女生呢基本上都是女神级别的，一个个都是倒贴的，吃饭呢女生请，礼物呢女生送，更夸张了，酒店也是女生开的。而且他跟历任的女友呢都是说这个分开，然后下一个无缝衔接的。基本上过一个生日、倒数新年什么的，女生们呢都是排着队给他送礼物的。然后我以前呢就开玩笑的说他很渣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骗人啊，我只是展示了自己一下而已嘛。这种东西呢，愿者上钩嘛，难不成这个你情我愿就是我男的有问题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那你就这样一辈子玩下去吗？结果他说的话完全颠覆了我的三观。他摇摇头，笑着说，其实他爸妈早就已经给他安排好了，他未来的老婆有什么标准，要跟谁去结婚，其实全部都已经很清晰的规划好了。我问他，万一你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女生呢？如果这个女生不能够达到你父母的条件呢，你还会娶她吗？这兄弟想都不带想的，直接就说不可能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女人去忤逆我的父母呢？喜欢一个女生那只是一时的，但放弃家族的财富呢是一辈子的。那这个呢就特别的现实，也是为什么我觉得《繁花》跟其他偶像剧不一样的地方，其他的都只是让你意淫，
出身很低微的三菜都能嫁给道明寺，4个有钱人捧着一个穷家女。但现实是，当你有一天特别有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女孩子表现出来是很喜欢你，但是她们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，你是不能确定的。就算她是真心的，你把她们娶了，也有机会被占据你财富的分配权和使用权，甚至说之前很多富豪离婚就被老婆分走了不少财产了。所以考验人性这一件事情呢，很多有钱人就不会去做的，因为人性是考验不起的。所以各位女生不要想着加入豪门了，让自己成为豪门吧。还有我认为是最重要的，不要用自己的嗜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。创业投资买股票最忌讳的就是把钱花在你不懂的地方。你看这个保总呢，他是有职业团队去投资的，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有判断力，有系统，有内幕消息等等。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懂，我建议你还是把钱拿去买吃的买喝的，至少是享受了，不要去做一些你不懂的事情。而这里面最怕的就是你觉得你懂了，但其实你根本不懂。做事之前呢，尽量先用小成本把自己变得更专业更能打，然后才去做大事。而想要赚到钱呢，从古至今的核心呢就是会讲故事。你看宝总卖这个3羊牌，找了费翔去唱歌，一夜之间呢就爆火了。其实这种操作呢跟现在的网红带货是没有区别的，只是说以前没有自媒体而已。现在一个小众品牌呢，只要你讲好一个故事，突然间就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流量了。你说这个操作和30年前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只是销售的渠道变了而已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YouTube 上有25亿人，你发布一条免费的影片，哪怕只有1万人关注到你，每人用100块买你的产品和服务，你就会瞬间获得100万。而且这门生意呢，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做，你不需要去中国、美国、泰国，但是你也可以赚到人民币、美元和泰铢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轻资产。因为你懂得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，让它7天24小时的为你打工。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研发产品的能力，那我卖什么呢？3个字：影响力。当你可以影响1万人的时候呢，你就相当于掐着所有商人的脖子，因为他们都要透过你来卖掉手上的产品哦。所以我们赚的并不是广告费，而是知道如何让无数的商家还有潜在的客户排着队去等你，求着你把产品卖给他，并且他们愿意接受更贵的价格，就好像大家都在等排队买 iPhone 一样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我这一套 SDS 全新的系统的话，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去报名我的培训营。所以《繁花》这部电视剧呢，是我少有会推荐大家看的剧。其实里面赚钱的哲学呢还有很多，我就不一一的去讲了，我只是把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分享给大家。那么我想说的是，既然很多人无聊的时候都会去看电视剧，那为什么就不去看一部可以让你直接财富自由的电视剧呢？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